有人说整个2022年都不能买房，有人说通过2022年的楼市救市，下半年就是买房的好时机。那到底谁说的对，谁说的错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2022年下半年乃至明年房产市场的一个变化，主要呢会体现在4个方面，这些变化影响着我们买房人自己去做决策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首先第一个变化就是楼市开始慢慢的回暖，2022年上半年救市已经成功了。在整个2021年，我们知道呢，楼市的调控非常具有针对性。从2020年的年底，针对开发商、针对银行、针对炒房客、针对普通老百姓，都制定了不同的调控政策。这些政策呢，非常的有效。最起码我们从2021年到2022年这一年的变化能够看出来，市场上没有了炒房客，房价趋于稳定。那么这个稳定了以后，但是购房人却变少了。一方面呢，是2017年到2018年接盘的人变得很多，而且呢，那个时候全民炒房、全民买房，把大部分的需求已经被满足了。有的是第一次买房被迫上车，有的是刚需改善，在那个高房价的年代呢，把房子卖了套现，又买了房子。但是真正没有买房子的人变少了，或者说经过这1-2年的蛰伏，首付也变高了，很多人仍然买不起。所以在整个2022年的上半年，楼市出现了大范围的救市行为，不光是1、2线城市，3、4线城市也一样。那么从整个3月份到6月份这3个月来看呢，救市是相当成功的，因为各地的楼市在逐渐回暖，交易量在不断的上升。那么在整个下半年呢，楼市还是会慢慢的升温。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因为这次的救市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。以前呢，我们只是放松调控，但是所有最基础的没有变。现在的救市是什么呢？放开限购、限售、限贷，降低首付，降低利率，所有的优惠政策你能够想到的都应用在上面。那么对于买房人来讲呢，他们关心的是我如何花最少钱买到性价比高的房子，我如何能够每个月少还贷款，减轻自己的生活压力。这一招在2022年的上半年被运用的炉火纯青。所以说呢，在下半年开始，楼市的交易量呢会出现一个缓慢的上升。这次的楼市回暖呢和以前是不一样的。以前呢，我们的楼市调控和回暖呢讲的是微型，也就是说呢直上直下，但是这一次是 U 型的，就是缓慢下降，缓慢上升。不管你相信与否，在整个2022年的下半年，楼市的交易量会逐步的上升，尤其是到了金九银十。虽然说今年的金九银十可能和往年比不了，但是绝对会强于2021年。那么第二个变化呢，就在于1、2线城市的抢人大战已经开始。在今年的上半年呢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信号，就是县城放开了所谓的户籍限制。那么在整个2022年楼市救市的这个情况下呢，不光是1、2线城市放开了限购、限售、限贷，同时呢也加强了人才的引进、购房的补贴。包括呢，很多人想在1、2线城市买房，受前几年呢这个限购限售的影响出不了手。但现在呢，你可以通过补交个人所得税或者社保的方式追加6个月以上，那基本上你又获得了购房资格。这一切的一切就说明1、2线城市的抢人才大战又开始了。1、2线城市前几年非常严格的房产调控，在今年消失的无影无踪，甚至鼓励大家在1、2线城市去买房。前段时间呢，上海疫情到现在解封以后，各种的房产交易异常的火爆，二手房只要位置稍微好一点，基本上挂一套卖一套。对于新房，开发商呢也使出了浑身解数。总之呢，1、2线城市现在呢就处于一个抢人大战的计划当中。这也符合呢我们现在的一个人口流动，人口呢是从农村流向城市，是从3、4线城市流向1、
二线城市，未来城市能不能高速发展，城市的经济能不能够逐年上升，就在呢人才的引进当中。那么在人才引进当中呢，首先就要解决住的问题。那么大城市的房价很高，你如何才能够吸引人才在这里落户，在这里发展？那么各种购房的补贴，各种优惠的政策就会层出不穷。那这也是现在呢一二线城市抢人大战的一个现状。你会发现呢，以前你在一二线城市落户很难，购房很难，但今年呢会变得异常的轻松。那第三个变化呢，就是说我们讲房产调控有紧有松。在整个2021年，房产的调控是非常严厉的，而且非常具有针对性。为什么在2021年要这么严厉呢？就是因为过去20年房产市场上积压了太多的问题，导致到巨大的房地产泡沫，导致到房地产畸形的发展。那么在整个2022年，为什么又要全面的放松，全面的救市呢？就是呢要调动购房者的信心。毕竟呢房产影响了80%的其他行业，而且呢也影响了我国20年的经济。到目前来说呢，房地产仍然是我们经济的领头羊。那么好了，在2023年的时候，房产又会经历全面的收紧。为什么会收紧？因为呢在房地产的发展过程当中，会不断的呢有新问题出现。那么这些新问题呢，就有可能导致到一个城市的房价过快的上涨，或者说呢还会有新的炒房形式存在。那么在整个2022年救市了以后呢，楼市呢交易量上去了以后，到2023年它的调控呢仍然会具有针对性。这个呢是2021年调控的一个延伸，目的就是为了稳房价、稳地价、稳预期。总之呢是要老百姓有足够的信心去买房子，房子呢不会变成天价，也不会呢变成白菜价。这个呢可能也是以后楼市的一个常态化，既然有紧就会有松。那第四个方面的变化呢，就是要相信自己，不要随大流，不要呢在别人买房子的时候呢也跟着买房子。因为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一个问题，我们买房子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买房子的定位是什么？这个呢是要根据自己的个人发展以及家庭的发展来决定的。为什么有一句话叫社会的大部分财富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呢？那是因为呢少数人看透了发展的本事，而大部分人只不过是在盲从。就像2017年到18年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房价上涨了，那个时候甚至有人会觉得2017年买了房子，到2022年甚至房价能够翻2倍。但很多人在房价上涨的同时，没有分析房价为什么上涨，也不知道有了房价上涨必定呢有房产的调控，也就是说房子是商品，有涨必定有跌。所以当时很多人只会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现在不买房子，以后可能买房子更贵，所以呢盲目的跟从大家的想法去买了房子，结果呢最后自己变成了接盘侠，到现在呢直接被套牢。所以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学会自己定位，不要呢听信亲戚、朋友、同学以及专家的话。最简单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说，你有需求你就买，没有需求你就不要动。因为呢过去20年房子总在涨价，但是现在房产的逻辑变了，如果你买不好，或者说你盲目的买房子，有可能房子会成为你的负资产，或者说增加了你的持房成本，让你呢陷入其中无法自拔，最终呢导致到你的家庭成为高风险家庭，甚至达到破产的地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